转生异世界本想当个普通贵族，躺平混吃等死，却在15岁那年觉醒了足以颠覆王国的外挂技能洗脑。大家好，我是张觉峰，上个月一直带大家吃荤的，为了各位正人君子营养均衡，这期来点素的。本作的男主依旧是社畜标准开局，25岁一事无成，每天被上司当作出气筒怒骂、压榨、PUA、洗脑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啊！最终还因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而猝死。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男主内心默默祈求，希望下辈子能过上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下一刻，他从梦中惊醒，眼前的中年男人是他这一世的父亲。没错，男主在猝死后，带着前世记忆转生到了异世界，已经15年了。他出生在阿鲁米拉大陆东部的大国里斯王国，家族是位于王国北部边境的小贵族。一路上，父亲回忆着男主小时候的事，比如前面那座山丘是他以前修炼秘剑的地方，还有他5岁那年第一次钓鱼，结果被鱼拖到了湖里，哭得稀里哗啦的糗事。父亲看着长大的儿子，感慨时间飞逝，说不定儿子很快就会超越自己。这一世的他确实拥有了充实的人生，而在这个世界，15岁拥有特殊意义。15岁代表着正式成年，15岁后他们可以喝酒，可以结婚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会在这个年纪获得神明赐予的技能。神赐是人生的转折点，有些人会因此飞黄腾达逆转人生，有些人则可能得到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能力。比如父亲拥有的技能是猎人，发现动物脚印后使用能力会有光线指引追踪，只要拿起弓箭进行狩猎就能发挥远超常人的能力。而母亲拥有的技能是料理师，只要按照食谱制作料理，味道就会得到巨大提升。据说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吃了母亲做的饭菜被彻底征服，最终展开猛烈追求，两人才走到一起。而今天终于轮到男主觉醒属于自己的技能了。见他十分紧张，父亲安慰道，我们普诺西斯家族是个乡下贵族，就算你觉醒了什么没用的技能也无所谓啦。男主无语道，难道您自己说出这种话不觉得可悲吗？父亲直言，反正你老爹我能养你一辈子，只要不是觉醒什么奇怪的优秀技能就行了。神赐的技能完全是随机的，有的人一辈子住在内陆地区，却获得了海中呼吸这种根本用不到的能力；有的人体弱多病，连走路都困难，却被赠予强术。男主好奇地询问，有没有那种十分优秀，获得之后反而会很麻烦的技能？当然有，父亲回道，如果获得的是足以威胁王族的能力，可能会被国家视为危险人物，因为那些能力一旦成长起来完全不可控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，王室甚至会直接选择处刑，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那种等级的技能极其稀少，肯定不会落在我儿子身上的啦。但男主并不这么想，受前世记忆影响，他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特别的存在。转生者往往都会觉醒逆天能力，从此一路开挂，顺风顺水。这一世他有疼爱自己的父母，有安稳的生活，这些都是前世未曾拥有过的东西，所以他发自内心的觉得什么外挂技能，什么屌炸天能力他根本不需要，只要能平平稳稳的过完这一生就已经足够了。来到教堂后，负责仪式的神官告诉男主，接受神赐不需要复杂的仪式，也不需要咒语，只要向神明祈祷即可。男主缓缓跪地，双手合十，内心前所未有的紧张，他不断祈求神明啊，请保持我上一次抽卡的非球体质吧，千万不要突然来个 SSR 什么的。下一秒神谕降临，冰冷而庄严的声音在男主脑海中响起，即将授予的技能是洗脑，该技能的效果为能够自由操控与自己对视之人的意志。鲁鲁修直呼内行。回过神来的男主顿感大事不妙，这个技能要是成长起来的话，几乎拥有颠覆国家的力量，要是被其他大贵族或者王族知道，自己18个脑袋也不够他们砍的啊。男主双手合十，拼命祈祷，希望神明刚才只是开了个玩笑，回应他的却是如已获得洗脑技能，诸如人生幸福。下一秒，半透明的面板浮现在他视野中，洗脑等级1，效果操纵与自己对视的对象，目前最大人数1人，这是货真价实的精神控制能力。此刻的男主只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技能绝对不能暴露，如果被人知道我获得了这种技能，毫无疑问会被处死，即使没有被处死，也没有人会冒着被我洗脑的风险接近自己。难道是上一世自己被老板洗脑 PUA， 神明才赐予了这个技能？这神明该不会是个调皮的雌小鬼吧？就在男主胡思乱想时，老神父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冷不丁地问道，你对觉醒的技能是否满意？见男主那诡异的反应，老神父秒懂，甚至安慰他，神不会赐予人们无法克服的考验，无论你获得了什么样的技能，就算是屁变的超级臭的技能也一样，将来一定会有它的用武之地。这逆天的雷霆比喻反倒让男主心情稍微放松了些。走出教会，父亲立刻询问他获得了什么技能，男主大脑飞速运转，那个就是从手上释放火焰之类的。
老父亲闻言情绪激动，那可是十分厉害的技能啊！以前我就觉得儿子很优秀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厉害。一旁的老神父附和道：“不愧是领主大人的儿子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什么危险的技能，只是这能力属于战斗类型，所以需要向上面汇报。回家后向你母亲展示下你获得的新能力吧。但我今天已经很累了，也是，毕竟你一整天都处于紧张状态。回家后就先好好休息吧。”回到领地，男主无力地瘫坐在沙发上，虽然短暂的糊弄过去了，但危机依然存在。正因如此，此刻最重要的是弄清技能到底拥有怎样的力量。恰在此时，管家前来送茶点，瞌睡就有人送枕头。眼前的老执事塞巴斯无疑是最适合的测试对象。他故意把对方叫到面前，以闲聊作为掩护，在和塞巴斯对上眼的瞬间发动了技能。技能发动的瞬间，男主立刻发现了异常，在塞巴斯头顶上方浮现了洗脑中的文字。接下来的实验证明，在洗脑状态下，对方会无条件的执行命令本身，而不会去思考命令是否合理。更可怕的是，洗脑并不会把人变成失去理智的傀儡，它保留了目标原本的人格、知识和判断能力，唯一被改写的只有对施术者命令的服从意志。我们刚才在聊父亲大人年轻时的事，明白了吗？做完最后的暗示，男主解除技能，解除洗脑后的塞巴斯神色如常，脑海中出现了刚刚与少爷洽谈老爷小时候的事的记忆，绝对服从并修改他人记忆，还真是十分恐怖的技能呢。要是被他人知道的话，肯定会被处死的。如果是前世那个阴暗社畜处男的他，或许会用洗脑技能为所欲为，但现在的他无论容貌还是地位都是得天独厚，也不至于为找不到另一半发愁。就在他苦恼该如何隐藏这颗定时炸弹时，新的麻烦又找上门。父亲告诉他，明天他就得立刻前往王都参加皇家学院的入学考试。画面一转，离开普诺西斯领地，花了整整1个月，男主终于踏入王都。刚觉醒技能，隔天就被安排前往王都的原因是，这和某条贵族义务有关。如果神赐予的技能有可能在战争中派上用场，王公贵族的子女就必须在皇家学院学习3年。虽说李斯王国目前处于和平状态，但义务依然需要履行。关于你觉醒爆炎技能的事，我已经向国家正式申报过了。像你这么优秀的孩子，这么好的镀金机会绝对不能错过。事情已经发展到这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目前唯一的生路就是在入学测试中落榜，然后回到快乐老家养老。穿过庄严的大门后，着实被这宽阔气派的场景震惊，不愧是王国的最高学府。就在他思考下一步该干嘛时，点中点剧情随词弹道，周围传来鄙夷的怒吼声：像你这样的下等平民根本没有资格站在这神圣的学院里。可是神父大人听了我觉醒的技能后，就让我立刻来这里。一个平民刚获得技能就被引进到皇族学院，很明显是觉醒了什么优秀技能。但眼前的显眼包可不管这些，你这家伙居然敢顶撞我！我可是赫特涅斯家族的。在大部分作品里，大贵族家的傻儿子以及身边的跟帮，总喜欢通过欺负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来彰显自己的威严。少女的视线在周围徘徊，像是在寻求帮助，但周围的人都惧怕地主家的傻儿子，纷纷后退。男主最讨厌的就是蛮横霸道之人，想要制止对方，但自己身负着洗脑技能这个定时炸弹，如果在这里引人注目，恐怕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犹豫不决间，背后传来一道琳琅的声音：拥有优秀技能的人必须在这所学院学习，无论出身贵族还是平民，王令规定是绝对的。在与男主擦身而过的瞬间，少女轻声说道：你好呀，来自遥远边境的穷酸贵族少年。地主家的傻儿子不爽道：莉莉普利迪，你少管闲事，这脏兮兮的下等人根本不配待在这神圣的学院里，我们可没有资格去决定这件事。名为莉莉的少女扭头望向男主：我说的没错吧？反正都被卷入其中了，那就好人做到底。赫特涅斯大人，您难道是王族吗？是否合适进入学院，只有王族才能决定。即使再傻也能意识到男主话里有话，对方连忙否认自己可不是什么王族。男主继续装傻充愣：哎呀，我一个边境的穷酸贵族，这是第一次离开领地，没想到还有不是王族却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否定王令的笨蛋存在，这顶大帽子他可接不住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赫特涅斯只好带着跟班们退场。那个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。少女向男主与莉莉致谢，莉莉把抓住少女的手嘶哈嘶哈的表示：果然我的眼光没有错。少女害羞的眼神躲闪，似乎不明白莉莉在说些什么。我叫莉莉，这位是胆小却正义的乡下贫穷贵族，我是修普诺西斯，请多多指教。我叫雷克西亚，请问2位原先就认识吗？不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
听到男主的回答，莉莉眼神上归是错愕，下一刻却宛如无事发生般。是的，我只知道他的假名普诺西斯男爵家是普利迪侯爵家的远亲，虽然几乎已经没有血缘关系了。后半句莉莉似乎刻意加重了语气强调，男主也没听说过自己还有这么一个远房亲戚。不管这些了，我们一起去参加学院的入学考试吧。莉莉似乎有某种怨气般拉着克雷西亚的小手离开。不熟路的男主选择跟在两人身后，一路上他都在思考该如何把考试考砸。莉莉告诉他们，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人会用特殊的魔法道具来检查应试者的能力，确认是否真的拥有适合进入王国学院的技能。神所赐予的技能中，有些是连获取技能的本人都无法控制的危险力量。学院方为了排除这些不确定因素，会在正式考试前进行检查。毫无疑问，要是老老实实进行测试的话，不久后男主就会触发斩首结局。男主先以肚子不舒服为由脱身，突然的反常举动反而引起了莉莉的注意。看起来你似乎很抗拒能力检测啊，该不会是觉醒了什么危险技能吧？男主吓得连连后退，既然被对方察觉到了，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对他使用洗脑技能。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，扭头直奔男厕所。如果在众目睽睽之下使用洗脑技能，难免会被人察觉，到时候死得更快。洗把脸，冷静，抬头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男主灵光一闪，要是对自己使用洗脑技能的话，是不是就能蒙混过关呢？至此，漫画一字二画结束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极其疯狂的想法，既然自己的技能是洗脑，那是不是也能洗脑自己呢？对自己使用技能，让自己深信觉醒的是研爆。思绪至此，男主决定尝试。修普诺西斯，你的技能不是洗脑，而是研爆魔法。下一秒，他的状态栏竟真的发生了变动，技能栏变成了满级研爆魔法。重复时数解除多次后，他可以确认这个技能对自己使用时不会有任何负面效果，还能欺骗技能栏。既然如此，芒果魔法道具检测应该也没问题吧。接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刚走出厕所，发现校舍内一片骚动。我没有看错吧？技能圣女，那不是童话故事中才存在的职业吗？那个肮脏的平民，一定是哪里搞错了。惊讶、羡慕、嫉妒等情绪充斥全场。见男主回来，莉莉没好气道：“哎呀，你肚子没事了吗？乡下贫穷的下级贵族先生，强忍对身体可不好哦，该不会露出来了吧？已经没事了啦。所以克雷西亚怎么了吗？这里好像闹得很厉害。”男主连忙转移话题，他的技能稍微有点不应该说是相当特殊。莉莉解释道，神明赐予的技能可以分成好几类，比如雷击，就是释放雷电进行攻击的技能。除此之外，操控火、水、风等自然现象的技能统称为自然系技能。男主询问，这么说爆炎也属于自然系技能咯？莉莉应道，没错，也就是说你的技能是爆炎咯。至于猎人和料理师之类的嘛，那类技能属于职业技能，还算挺稀有的吧，大概3000人里才会有一个。男主有些不可置信，原来父亲和母亲的技能这么稀有的吗？莉莉继续解释道，职业技能的特征是获得的技能不止一个，比如获得了骑士天赋的人就能同时获得剑术、身体强化、枪术、马术等多个技能的恩惠，所有恩惠都会伴随着等级提升而提升。而雷克西亚觉醒的是极其稀有的职业圣女，原本还以为只是童话创作中的幻想技能呢，虽然一直觉得她身上有某种特殊之处，但没想到她居然隐藏着这么惊人的可能性。雷克西亚不懂何为圣女，只知道似乎给大家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。莉莉缓缓靠近，温柔地拍了拍雷克西亚的肩膀，下一秒画风突变，不，你从神明那里得到了非常优秀的技能，优秀到让在场的人惊讶、羡慕，甚至忍不住嫉妒。你不用感到不安，挺起胸膛为他自豪吧，因为神明赐予你的是独一无二的技能。在莉莉的鼓励下，雷克西亚露出了安心的表情。之后骚动被考官们控制，雷克西亚在莉莉和考官的陪同下回到宿舍，看着两人的背影，男主有些落寞，搞不好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，但也算是一段愉快的回忆吧。在考官的催促下，男主走进用帘子简单隔开的小房间，请告诉我你的名字和技能。修普诺西斯，技能是研爆。那么请把右手放在水晶上吧，只要碰到这个水晶，技能就会显示出来。他拼命抑制住因紧张而颤抖的手，伸向水晶，右手碰到水晶的瞬间，水晶球发出淡淡的光芒，技能检测为研爆。确认完毕，是自然系的技能。接下来就是前往第二训练场进行技能测试。第二训练场在这条走廊直走到底，然后左转，向带路的工作人员行了一礼，走了一段路，确认周围没有其他人后长舒了口气。没想到真的能蒙混过关，技能暴露的危机已经过去了，所以心情也放松了不少。接下来的技能测试，随便找个借口，比如肚子痛、状态不好之类的，自然而然就会被考官判定为不合格或者弱能力者。
到时候就可以安全回快乐老家了。大部分人在想鬼点子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的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你没事吧，着实吓了男主一大跳，从蹲着的姿势向后摔倒，抬头一看是个十分可爱的美少女正向他伸手，你没事吧，站得起来吗？抱歉，突然搭话吓到你了。男主彻底愣住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和莉莉雷克西亚完全不是一个类型，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跳加速的清纯系短发美少女阔亚。那个我叫修普诺西斯，请多多指教，请多多指教，俺是鲁格贝克特啊，俺是鲁格。也就是说你是男的吗？自称鲁格的少年叉着腰嘟嘟嘴抱怨道，你该不会把我当女孩子了吧？男主连忙摆手，嘴上说着抱歉，因为我刚才躺着，所以光线照得我没法看清你的脸，再加上你的声音也很温柔，所以才误以为你是女孩子。内心想的却是气鼓鼓的叉腰也十分可爱呢。这样啊，那我原谅你了。说起来你刚才蹲在地上没事吧？我以为你身体不舒服才跟你搭话的，其实我肚子有点痛。那你还是去保健室比较好吧，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哦。不对，等等，肚子痛，蹲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该不会是……要不要我去替你找条裤子呢？不用了，我真没事。话说回来，鲁格，你接下来也要去参加技能测试吗？得到肯定回复，男主向他发出同行邀请。被邀请的鲁格格外的欣喜，那不是贵族的客套，也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可爱，这种笑容实在太犯规了吧？这家伙真的是男孩子吗？画面一转，两人并排走了一段路，鲁格再次打开话题：修，你的个子真高啊，因为我的父母也很高呀。真好啊，我也想再长高一点，那样的话就不会被当成女孩子了。男主小声叨叨，这可不好说哦。鲁格气狠狠叉腰，你是不是在想什么失礼的事？恰在此时，第二训练场的方向传来一阵喧闹声，似乎已经开始测试了。鲁格忽然上前一步，径直伸手拽住他的手掌，让我们跑起来吧。有一说一，这短短几个画面有成为玩起回路的潜质。放热血少年漫画里，这个回眸瞬间的记忆够男主爆种好几次了吧？宽阔的训练场上，远处摆放着一排靶子，考生们轮流发动自己的技能。目前所有考生都无法击毁铁质靶子，技能也有等级这个概念。参加考试的人基本都是1年内才觉醒技能的，如果是 LV1 的话，也差不多是这种程度。想到这，男主忽然反应过来，自己的研爆技能似乎是满级的。很快轮到我们咯。鲁格的声音将男主的思绪拉回现实，男主示意让鲁格先上。来到训练场，鲁格的表情一下子变得认真起来，他攥紧小拳头，眼神里满是干劲。或许是长相过于可爱，周围的学生也开始给他加油，这反倒让鲁格有些不好意思。注意到男主也在注视他时，害羞的表情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专注。鲁格抬起手，清亮的声音在训练场上响起，技能风击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周围的空气像是被无形的力量卷动，迅速形成一道巨大的旋风，风压掀起地面的尘土袭向铁靶。至今为止，所有考生都没能击毁的靶子被鲁格的技能轻松折断，同学们的夸奖声不绝于耳。鲁格害羞的挠着头回到男主身边，微微前倾身体，摆出胜利的手势，眼里浸着柔和的亮光，脸颊晕开一层淡淡的绯红。好了，接下来轮到修了，要让我见识下你帅气的一面哦。男主轻嗯一声，视线不受控制的粘在他苍狼的笑脸上，被鲁格用期待的眼神注视着。一想到这份期待会变成失望，就难免有些梗塞。他忍不住在心里苦笑，如果我没有洗脑这种技能，如果我得到的技能真的是研爆的话，是不是就能和大家一起过上快乐的学院生活了呢？不合格不是自己一直期待的吗？此刻却在希望奇迹发生，真是可笑。身后鲁格的加油声再次传来，抱歉了，我大概回应不了你的期待。他抬起右手对准目标，低声念出本不该属于自己的技能名字。下一秒，奇迹真的发生了，不是小火苗，而是名副其实的研爆。巨大的火柱拔地而起，如同失控的巨兽将铁靶焚烧殆尽。在场众人皆是震惊失色，就连施术者自己也愣在原地，直到他的腰部传来柔软的触感才回过神来。好厉害啊，修！鲁格的眼神闪闪发亮，满是崇拜。这就是满级的研爆魔法吗？还真是恐怖啊！或许应该说，恐怖的是自己的洗脑技能，这简直就是俺寻师之力啊！自己的能力是不是强过头了呢？至此，漫画第3话结束。最后一关是笔试，走在前往考场的路上，鲁格满眼崇拜，修的研爆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就算是在王城，我也从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招式。男主疑惑，怎么说？你以前是住在王城里咯？鲁格闻言瞬间换了神，眼神飘忽躲闪，支支吾吾解释，我父亲在王城就职，我只是偶尔过去小住而已。男主内心感慨，慌乱的样子也十分可爱呢，连撒谎都不会。对方居然不愿意说，那还是不要深究比较好。话说回来，没想到用洗脑改写的技能是真的
的有用。现在冷静下来想想，还是觉得很惊讶，这已经超越了洗脑的范畴了。倘若能想要什么技能就自己改写的话，那就是得到了赐予技能的神明同等的权柄。这要是让其他人知道，怕是不用等教会审判，而是就地格杀了。之前还只是想过悠闲的养老生活，现在嘛，男主偷偷看向旁边的鲁哥，他一脸呆萌的歪着头注视着自己，天平瞬间倾斜，果然还是想要留在学院里和鲁哥一起生活。鲁哥这时忽然发问：对了，修，你的文化课成绩怎么样？这所学院的笔试难度可是出了名的离谱。修瞬间愣住，完了，这些学院美好生活直接宣布结束。他是在1个月前获得技能，然后在父亲的命令下匆忙来到王都，根本没有时间学习，而现在已经到考场门口，完全无法使用能力作弊之类的。考场上的1个小时对男主而言，简直比从老家来到王都的1个月旅程还要难熬。交卷后的修垂头丧气，鲁哥，连同我的份一起，好好享受学院生活吧。鲁哥连忙安慰，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实际测试你绝对能拿满分，综合成绩算下来一定会合格的。本次考核成绩会在日落前统一公布，顺利合格的学生当晚就会分配宿舍，第2天直接正式入学。安排得这么赶，表面是往年新生常会出现压力过大、斗殴、恶意威胁、盗窃财物等乱象，但真实目的是为了在某些位高权重之人干涉成绩之前公布合格名单。鲁格忽然话锋一转，双手合十，脸颊泛红，眼神小心翼翼看向修。之后能稍微陪我一下吗？我来的匆忙，没有多余的衣服，所以想让修帮忙挑几件男孩子穿的衣服。而男主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，甚至十分积极。镜头切换到热闹繁华的王都集市，鲁格像是初次来到王都的孩童一般，满眼都是新奇，沿路东张西望。街边香气四溢的面包店与小摊贩，更是牢牢勾住他的目光。男主提醒他走路看路的同时，询问对方是否第一次来到王都。鲁格轻轻摇头，我出生到现在都住在王都，只是以前几乎没有机会像这样自在的走在大街上，所以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有趣。男主内心 OS， 不知不觉说漏嘴也很可爱呢。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鲁格低声询问，是不是嫌自己太吵了？男主语气温和，完全不会哦，我从小就在乡下长大，初见王都的一切同样觉得新奇，特别懂你的感受。怎料话音刚落，鲁格忽然往前一步，双臂牢牢抱住他的手臂，修身体一僵，错愕的小声询问，为啥突然抱上来啊？鲁格美其名曰，现在的人越来越多，不抱紧点感觉会走上嘛。说是这么说没错，可2人这般亲密的模样，落在路过的行人眼中，早已超过了普通朋友的界限。四周细碎的议论声让修不由脸颊发烫，小声劝道：听我说，鲁格，男孩子之间呢，是不会在大街上这样紧紧依偎在一起的，我们还是分开一点走吧，实在太惹眼了，搞不好明天全城都会传出我们俩关系不一般的流言。鲁格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整张脸红得快要冒烟了，像受惊的小动物一般僵在原地。几秒后，他又悄悄伸出小手，轻轻拽住修的衣袖，且深深开口：对不起，修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样？对上他楚楚可怜的眼神，修立刻使劲摇头，怎么可能讨厌？开心还来不及呢。要不是街上人来人往，我真想就这样一路牵着你走到底。鲁格指尖撩过耳侧发丝，耳尖放开一层薄红，小声呢喃：那就好。修慌忙转过身，单手死死捂住滚烫的脸颊，心脏狂跳不止，内心疯狂呐喊：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哪个干部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啊？很明显，鲁格是个女扮男装的美少女。所谓父亲在王城任职，十有八九就是王族高层了，可以伪装成男性出行，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不得了的原因，一旦牵扯进去，肯定没好事。想保住小命的话，千万别深陷其中，但那是废物思维，英雄可不会临阵脱逃啊！至此，漫画4.1话结束。虽然理智告诉他不该留下来，但鲁格实在是太可爱了呀。修，那边那一家是不是服装店呢？是啊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获得成就，蛇皮可不会临阵脱逃啊。2人刚走进店内，一个看起来十分和善的老板娘便笑眯眯地迎了上来，询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衣服。修指了指旁边的鲁格，希望对方帮鲁格挑几套适合他的男装。老板娘看着鲁格的脸蛋，摸索着下巴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这么可爱，怎么可能是男孩子啊？鲁格瞬间低下头，嘴角也微微下瞥，整个人像是被戳中痛处的小动物。他十分清楚自己又被当成女孩子了。老板娘很快恢复职业微笑，挑选好衣服后带着鲁格前往试衣间。鲁格临走前还特意叮嘱修：你可别走太远哦，到时候我想听听你对衣服的感想。修爽快答应，这小眼神谁顶得住啊？环顾四周，注意到了木质人偶身上穿着以白色为基调，点缀着水蓝色的连衣裙，脑海里瞬间脑补了鲁格穿这套的画面。你觉得这套怎么样？鲁格的声音从试衣
衣间传来，帘子缓缓拉开，修忍不住评价，给人一种清纯可爱的感觉呢。气得鲁格上前小拳拳疯狂捶男主胸口，我想要听的是很有男子气概之类的呀，这东西真的没办法违心啊。修无奈的表示，你本来就很可爱呀，气呼呼的可爱模样完全没有半点威慑力好吧。鲁格满脸通红的撅起嘴，头扭向一边，回到试衣间拉上帘子，之后可谓是开了一场短暂的时装秀。老板娘连续拿了好几套衣服，鲁格一次又一次的从试衣间走出，有的衣服稍微帅一点，有的看起来像贵族少爷，可只要穿在鲁格身上，味道就会变得不对劲。那双清澈的眼睛和不知不觉泛红的脸颊，无论怎么看，第一反应就是太可爱了，大饱眼福了属于是。最终鲁格气呼呼的挑选了其中几件，在他换回原来衣服期间，修盘算着之后干脆约他一起去吃晚饭吧。忽然修的余光发现柜台上摆着一个小巧的镜子，如果有了这东西，自己随时都能自我催眠，以后改写技能时也会方便许多。虽然价格有些昂贵，在其他店里或许能找到更加便宜的，但不知为何他忽然莫名感到一丝不安，想尽快买下它随身携带着。买下镜子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不安感越发严重。走到试衣间附近，试衣间里面没有任何声音，修喊了鲁格几声，里面也没有回应，不安感彻底爆发。他猛地拉开帘子，试衣间里空无一人，镜子里指引着，头上显示着洗脑中的自己。鲁格试穿过的衣物留在原地，就这么人间蒸发了。修的大脑瞬间空白，老板娘却在这时走了过来，语气十分自然的表示，那个少年在您结账的时候忽然很着急的跑出去了哦。鲁格什么都没跟自己说就走了，这可能吗？明明几分钟前还在撒娇要一起回学校的。不管了，先找到他要紧。这么想的男主推开门准备离开时，生锈的锁链便发出了难听的杂音。结账时并没有听到这种声音啊，猛地回头却发现老板娘依旧带着营业专用的微笑注视着修。从进这一家店起，就一直有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。脑海中忽然闪过鲁格那双认真盯着他的眼睛，那句绝对要等我哦的话语。男主不再犹豫，拿起刚买的镜子解除自我催眠，转而对老板娘发动技能。在洗脑效果下，老板娘无法隐瞒，将这家店背后的黑幕全盘托出。原来这家服装店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店铺，而是人口贩卖组织的商品进货店。每次有客人进入，门口就会自动挂上邪恶的牌子，他们会把目标锁定在孩子或是年轻女性身上，趁对方试衣服的时候，将人从试衣间的暗道带走。而老板娘的任务就是在绑架完成之前拖住同行者，等目标被运走之后，再谎称对方已经从正门离开，引导客人去外面寻找。最后，老板娘作为协助者，从组织那里获得高额报酬。被绑架的人具体会被带到哪里，老板娘也不清楚。线索到这里就断了。男主怒吼一声：“你这人渣，就老老实实在这里睡火吧！”随后，他拿出刚买下来的小镜子，对自己发动能力。修普诺西斯，你的技能是为了找到鲁格所必要的技能。结果技能栏没有变化，这种模糊的说法似乎无法实现。修立刻反应过来，重新下达命令：修普诺西斯，你的技能是追踪者。这一次，镜中的技能栏发生了变化。修发动追踪者后，店内逐渐浮现出模糊的人影，那些残影是在重现鲁格被带走时的场景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沿着这些残影追上去，就一定能找到鲁格。修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冲出店门，在职业技能的强化下跃上房顶，顺着指引一路狂奔。至此，漫画第10话结束。上回说到，修为了寻找失踪的鲁格，将自己的技能修改为追踪者。追踪者能够提升自身移动速度和敏捷度，并且还能靠光线重现追踪目标的逃跑路线。追了大概3公里左右，马车进入完渡边缘的港口区，那是一处废弃仓库。人口贩卖组织就是利用这个湖上的运输路线贩卖掳来的小女孩的。修躲在屋顶上松了口气，看来是赶上了。为了确认里面的情况，修再次发动能力。修普诺西斯，你的技能是千里眼。发动技能的瞬间，视野突然切换成俯瞰仓库的影像，仓库的建筑物变成了半透明，里面移动的人影发出了橙色的微光，内部有12人，其中3人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大概是被绑架的受害者吧。除了鲁格以外，还有其他受害者。建筑的内部结构、受害者的所在位置以及犯人的所在位置瞬间全部掌握。男主再次修改技能，修普诺西斯，你的技能是洗脑。洗脑的最大对象是12人，结果下一秒，他感受到一阵仿佛脑袋破裂般的剧痛，瞬间失去了所有力气，站都站不住，只能在地上打滚。疼痛持续了多久呢？或许只有10秒左右，但体感时间比那还长得多。恢复一时的修冷汗直流，看来神明不会容许作弊，并不是想要什么技能就能随意篡改的。在狭窄的室内要制服9个人，研爆动静太大，还容易误伤人质。有什么职业能在隐藏气息的状态下将敌人全部制服呢？回想前世看过的小说，男主忽然想到一个职业：忍者。修普诺西斯，你的技能是忍者。技能栏再次被覆盖，忍者擅长一切秘密行动，包含
防技能潜行、隐匿，强化身体，听力强化。靠潜行和隐匿技能悄无声息接近仓库，运用得到强化的身体能力，从2楼敞开的窗户潜入，成功放倒另一个罪犯。快速前往千里眼，2楼还剩伤人，确认具体位置后，转换职业，轻松带走伤人。1楼还有5名罪犯，其中伤人依然待在受害者身边，另外2人在外面巡逻。修故意制造动静，双准时机从窗户跳下，制服第5人，然后躲在拐角处等待另一个人的到来，用斩底猛击他的下巴，使其昏厥。忍者职业应该也有体术加成，多亏如此，他才能顺利的干掉犯人。修隐藏气息，接近受害者被集中在一起的房间，忽然听到罪犯的争吵声。他们争吵的原因居然是鲁格究竟是男是女。昏暗的房间里面除了2人的争吵声之外，还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磨着刀的男人。靠忍者职业天赋强化过的听觉，听到鲁格的呼吸声，看来只是睡着了。磨刀男人突然起身，吵死了，这种事只要8关确认一下不就行了？修闻言瞬间行动，朝着对方的头就是一记回旋踢，男人旋转着倒飞出去，落地稳定身形。修朝旗旁装满面粉的瓶子扔向2人，同时消除气息。对方是成年人，肯定也接受过神刺，在不清楚对方技能的情况下，还是尽量避免正面战斗为好。修找准时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晕1人，在对方倒地发出声响，吸引另一名匪徒注意的瞬间，修绕到他背后，成功无伤解决所有歹徒。保险起见，修找到绳索，将所有歹徒捆绑后，才去查看鲁格的情况。鲁格还没理解状况，睡眼惺忪的道了声早安。他悠哉的回答让修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没啥大问题了。之后，修让一时清醒的鲁格前往港湾区的卫兵值班室报案，犯罪团伙被卫兵带走，母女受害者也平安获救。为了了解具体情况，卫兵想让他们前往警卫所详细说明情况。在得知2人正在参加腕力学院的入学测试，卫兵表示详细情况等罪犯苏醒慢慢拷问也行，并用马车送他们回到学校。载着他们的马车在夕阳的照耀下驶过王都的街道。今天真是过于充实刺激了。早上到达王都，慌忙的去参加了腕力学院入学考试，然后遇到了被贵族公子哥纠缠的克雷西亚，还结识了莉莉，然后和鲁格成为了朋友。考试结束之后，鲁格就被绑架了，前世今生加在一起，也没经历过这般跌宕起伏的一天啊。突然感觉到右手有些凉意，修转过视线，发现鲁格纤细的手指正轻轻触碰着他的手背。鲁格闭上眼睛靠在他的身上，修询问他是身体不舒服吗？鲁格表示，就忽然反应过来自己刚刚是被绑架了。我知道男孩子之间这样抱在一起很奇怪，可我还是很害怕。修眼神多闪望向窗外，没什么奇怪的，男孩子在害怕的时候也是需要依靠的。真的吗？鲁格反问。是啊，如果我害怕的时候，就让我靠在你身上吧。当然，如果你不讨厌的话。鲁格紧紧地抱住修的手臂，虽然有些含蓄，但确实有柔软的触感以及清晰的心跳声。主页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异世界后宫漫画解说，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。频道每晚19:03准时更新。那么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